来，几位看这里啊，来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。哎，能帮我们跟新娘合一张影吗？好啊。志远，啊，金总来了，去打个招呼。行，那我过去打个招呼，等会儿回来。你们去。借你老公用一下。走。金总，金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来 ，Hello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很好。我可以跟新娘拍一张吗？那就期待合作了。期待咱们的合作。沈恒，我能理解你，但今天毕竟是小陈最重要的日子，别太过分了。只是拍张照片，这个过分吗？只是拍一张照片，又不是想干嘛。我想新郎应该不会介意吧？志远不会介意的，你过来吧。两位老板，以后多关照了。今天的婚礼很美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跟我想象过的一模一样。可是，在我想象中，那个新郎是我。严小晨，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？你对我就没有一丝丝歉意吗？这位先生，麻烦看一下镜头。来，我们拍一张啊，1、2，两位的笑容能再大一点吗？来看这里啊，1、2、3，好，好，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一张，1、2、3，好，非常好，谢谢啊。那边有个客户想要见见你，好。沈先生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我要跟你说什么？高跟鞋穿了一天，太累了。要是累的话，这边用中药，送你回房间休息一下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缺席不太合适吧？小陈，我陪你去换衣服吧。好。好。叔叔阿姨，谢谢，恭喜！清芳啊，咱俩得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吧？是。你看，这么长时间我也没过来看你，也没关心过你。这孩子结婚，你还惦记着我。三婶儿，您说什么呢？您是长辈，我应该多去看您才对。哎呀，对了。小陈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他们2个人在一个公司，但是具体是哪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是大公司，反正是做投资的。哦，那真好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俩孩子多般配呀！哎，你们也动筷子吧，哈哈！好，来，好，谢谢，好嘞。吃好。动筷子吧，哈。妈，哎，我们来敬你们。
来，哎，妈，来，您腰有伤，坐下吧。啊，有事，这一变天就不舒服。哎，妈，我单独敬您一杯，感谢您把小陈交给我。我答应过小陈，给他一个幸福的家。您是小陈的妈妈，也是我的妈妈。谢谢，你好好带他啊。一定。来，少喝一点啊。哦，好孩子，哎呀，来，各位，过来的，新回来了。来，谢谢。大家吃好喝好啊。哎，你喝饮料，小陈的你不干了？我干了。来，我帮他喝，那不够，太少了。干，我先干了。干嘛？不要怪我多喝上，我一会儿。要罚了。一会儿跟你们好好喝啊。你要慢慢吃啊。小陈，你敬我一杯吗？来，我敬你。怎么我喝酒你就喝饮料啊？未免对我这个老朋友太没有诚意了吧？倩倩，小陈不方便喝酒，喝饮料心意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不能喝酒啊。你以前跟沈侯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酒吧打工，怎么当时能喝，现在就不能喝了呢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你怀孕了。吴倩倩，大家都是同学，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……杨小晨，你在这儿风风光光的举行婚礼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，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？倩倩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，肚子里不就已经怀着陈志远的孩子了吗？我说错了吗？吴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地方不欢迎你，请你现在就出去。你回答我呀！你要是心里没有鬼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？对不起，他喝多了，谅解。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，大家把话说清楚。吴倩倩，我告诉你，第一，我和我先生还有沈侯之间，不管是三角恋还是脚踩两只船，这都是我们的自由，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，也轮不着你来关心。第二，我和我先生是怎么从相爱到结婚的，这是我们的私事儿，我不用向你解释吧？反倒是你。这个早就把我拉黑，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，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跳出来闹这一出，我不明白你安的什么心。除了抹黑我找不到别的解释。梁小晨，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？你说这些，你对得起沈侯吗？我对得起任何人，我问心无愧。你可以带你朋友走了，谢谢。沈先生，这是婚礼现场，自重啊！我早就该知道。你一直都是这么道巧不如。
得吃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，尽兴。这就休息一下。不用，我们继续吧，别让大家看笑话。来，我敬大家。你看，多帅！大家多吃点，去吧去吧，吃点这个。你们吃，你们吃。来，我敬敬大家，谢谢你们来。新婚快乐啊！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谢谢啊！辛苦辛苦辛苦。我先走了，电话联系。辛苦了。谢谢。妈，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。我送你回去。放心吧，会让司机把妈送回去的。你今天也累了吧？早点回去休息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程志远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自信从容，可此刻黑暗中的他，却显得那么悲伤绝望。也许，这才是真正的程志远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总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。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
有一个战场的人，在这个战场上，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。是不是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？可他的绝望是什么？希望又是什么？他给了我一条出路，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？小陈，晚安。晚安。最近备受关注的深思集团董事长兼 CEO 侯月珍因病休养，暂时无法处理公司日常业务，由独生子沈侯出任代理 CEO， 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。因为侯月珍得的什么病，何时康复，并没有人知道。而沈早饭点好了，趁热吃点吧。让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非常怀疑，引发深思集团股票跌停。林教授，这只股票的走势您认为如何？最近这只股票波动很大。外人总觉得股票一直升是好事儿，可对庄家而言，股票一直升并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实际盈利，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，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。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，股票大涨，适当抛出就可以使劲套现。沈欧妈妈的病，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。她应该是对沈欧心怀愧疚，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，所以才提早的权力交接。但她还是会在幕后继续辅助沈欧，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。他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快吃东西吧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还有德国那边，他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有一些出入。不过是袖口的印染区别而已。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，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。现在他们拒签了，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，损失有点大。我知道了。小陈总，一个顾客到咱北京分店闹事儿，说咱们有批童装被查出来荧光剂超标。那应对措施呢？消息正在往下压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诗思集团的沈后沈总吗？我是商报的记者，听说诗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作为国产龙头企业，你们准备如何向相信你们的消费者交代？你稍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深思集团的沈总吗？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，听说深思的童装被查出荧光剂超标。喂，你还在吗？晚点给你回复。沈总，公司电话被打爆了，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。出去。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说了，出去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打游戏了？啊，没有，那个查资料。南珠，起床啦？再睡一会儿。你去上班了？
你好，可以把刚才的照片发给我吗？照片修好，我会一起发给两位学员的。我就要刚才那一张照片就行。慢点。你是不是忘了买瓶醋？那我去买，你先回去。要不要我？不用，回去吧啊。小小，小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小小，对不起，婚礼那天我所说的那些话都不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已经失去理智了。没关系啊，是不是真心话，我都不会往心里去。我明明以前跟你保证过，我会变得更好，我会变得能让你依靠。可是我还是依然浑浑噩噩，不求上进。我知道，你对我是彻底失去信心了，所以你才会选择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小小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世豪，不管我们之前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儿，但是当我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永远也没有可能了。小让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了。小小，我爱你。小小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他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活，就算曾有伤痛，他如今所得到的一切，一定可以让他遗忘掉所有的不快。在他的璀璨生活中，所有关于我的那些记忆，都会变得不值一提。而对我来说，从此以后，也许唯一知道他消息的渠道，也只有财经新闻了。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结局。醒了吗？醒了，我一会儿就起来。好。早。早。坐，来。孕妇啊，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啊，面包、牛奶、鸡蛋，又健康又营养。你的呢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起得早。好，你慢慢吃，我去收拾一下。谢谢啊。
外卖，快递，没墨了，换上墨。好的，饮水机去换一下。好。朱总好。这小沈总也够厉害的，刚上任几天又调了个姑娘进来，这不跟当初那个严实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。意大利那边回复了吗？啊，在我邮箱，我现在去发给你。哎，李辉。你说这事儿奇不奇怪？这程总跟小程这才刚结婚，就天天来上班。那乔总跟 Cindy 这几天都没来公司，他们去哪儿？这就说明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。陈总呢和咱们陈总夫人只是在给咱们树立企业文化，这叫做新婚不下火线。至于咱们的乔总和 Cindy 姐，那就更好理解了啊。你想啊，陈总结婚了，新娘不是 Cindy 姐，她是不是得伤心？她一伤心，那乔总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乔总？对啊。你是说乔总对 Cindy 姐？那是当然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李辉虽然业务水平一般般，但是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第六感，我在公司我排第2，没人敢排第1。哎，你别不信呐，真的。沈浩。怎么了？来，坐，慢点。今天下班回家，我们收拾点东西，去山里玩几天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工作了？我这么多年呢，也没休过假，正好趁着婚假，可以出去好好放松放松。你也真的需要好好放松放松啊。好吧。沈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，我是在严永成婚礼上为难他了，但是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就那么爱他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。别再跟我提他。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小伟。他帮你替考，是我向学校和公司举报的。可是沈侯，你不能怪我啊！他在婚礼上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听到了，他没有真心爱过你。而且，就算我不举报，你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。够了没有？举报的事儿，我就不再跟你追求了。如果你以后还想在这儿待下去，这些话你别再说了，否则的话，我立刻让你滚出公司。还有，我的事儿，你最好别再管。我们现在的关系仅限于上下级，别的想法最好什么都别有。听见了？怎么样？出来以后，心情是不是好很多？也不会胡思乱想了。其实啊，我让你继续在公司上班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哎，对了，你妈这几天和那几个亲戚去普陀山烧香，等我们度完假，她也应该差不多回来了吧？你费心了。
你爸妈为什么没跟着一起去啊？他们要回美国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万一他们留下来，发现我们之间有什么破绽，就不太好了。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报答你。那你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。我本来是打算带你出国玩的，但是你的身体不太允许，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来山里住几天，就是没有什么娱乐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无聊？不会。出来看看这些山山水水、花花草草的，有些事情自然就想通了。跟这些比起来，我自己这点事儿又算什么呢？慢点。怎么样？好美啊，这儿！我感觉我自己就跟做梦一样。接下来的这一周都可以好好做梦。哎，你现在不能碰凉水，我来洗。帮我拿一下。这边的小青菜特别新鲜，晚上给你做一道拿手菜，就是没什么荤菜。你会钓鱼吗？看别人钓过几次，但基本操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那要不咱俩出去钓一条鱼，晚上煮个鱼汤？好啊，等我洗完这些菜啊。来，我来。这个吴倩倩也没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。是啊，来这么些天也没见沈总有多搭理他，就算碰到了也是冷冰冰的，根本不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。反正咱们跟沈总的态度来，准没错。你的酸辣粉儿，你的宫保鸡丁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哎，这怎么有香菜啊？你不知道我对香菜过敏吗？哎呀，你看这宫保鸡丁量又少，这闻着还有股味道，你这怎么点的菜？可你说的就是这些啊！你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好意思找理由呢？不都一样吗？哎，香菜给我吃啊！你装什么好人？吃你的酸辣粉！你看什么看？不满意就辞职。我这就去重新买。我能问你3个问题吗？你问。但是请你要如实作答，不能隐瞒。那这个的话，我要看看情况了。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当时进 MG， 你是不是有私底下跟陆总打过招呼啊？当然没有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在 MG 实习了，我只是跟他碰面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，说我有个朋友在他手底下做事儿。那后来吴倩倩写匿名信，她也没有损伤公司的利益，为什么陆总把她辞退了？那是不是你让他那么做的？这算是第2个问题吗？这是同一个问题啊。就算我这么要求，陆阳也不会这么做。他这个人在某些事情上还是黑白分明的，这其中就包括朋友。
如果吴倩倩她不是你的朋友，她这么做，陆阳应该会赞赏她，毕竟能够抓住对方的弱点，这是他的本事。但吴倩倩是你的朋友，大概是陆阳这几年被别人在背后捅刀捅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他讨厌像吴倩倩这种在背后捅朋友几刀的人，给他点教训，免得以后害人害己。那第二个问题啊，你那次在我家到底跟我妈说了些什么呀？我随便编了一些你跟沈侯之间的故事，让她相信是沈侯对不起你才先的。我虽然撒了谎，但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比较能够让人接受。好，那第三个问题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 Cindy 和他在一起的？我知道你们的很多故事，什么大雪封校啊、废弃的实验室之类的。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说过，对上司的情感问题不是很感兴趣。因为在我心里 ，Cindy 是我的朋友，虽然可能他现在会怨恨我吧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们之间究竟问题出在哪儿。真的想知道啊？是恻隐之心。自从我妹妹在我眼前过世之后，我看到的一些因为我而受伤的人或事儿，总会忍不住自责，想要上前呵护。那个时候我以为那就是爱，后来我才明白，是那个时候我没弄清楚。所以2年了，你还没弄清楚。这个就是我错上加错的地方。所以你才不忍心欺骗自己，也不想再欺骗他，就和他分手了。其实我跟他分手，不光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。那还有什么原因？我只答应你回答你3个问题。这还是同一个问题。其实有段日子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。在我还没有痊愈之前，我不想耽误任何人的生活。那你现在呢？你现在有好转吗？好了，不说这些，要不鱼都钓不上来了。虽然我们的婚姻只是形式，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我聊聊，我会尽全力帮你的。谢谢，但我真的很快乐。来，尝一尝。谢谢。小鱼汤。尝尝你加工完的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鲜哎。我小时候经常帮我妈做饭，都还没有你做的好。看来厨艺这东西还是需要天分的。那是因为啊，你没有看到我99%的努力。5年前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几乎每顿饭都是我自己做的，没问家里要过1分钱。当然，这跟美国的中餐难吃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你也过过
那种穷困潦倒的日子啊？可以这么说吧。对了，想起来一个故事，你想不想知道？有一次啊，我记着我特别的馋，特别想吃火锅，就背着房东买了煤气炉，在房间里面煮火锅吃。中间的时候，我到对面街拿了一份快递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啊，整条街的火警全部都响起来了。结果我就在想，是不是这家着火了，想看看热闹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我的房东满脸漆黑的跑出来对我大喝 ：“Hey Chen, what's wrong with you？” 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我的火锅烧干了，把床单全部都点着了。天哪！后来我冲进去帮忙，你难以想象，惨不忍睹那个场面。那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披着毛毯坐在街上看日出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在警察局度过了一天，从警局一出来，房东就连人带东西全部都给我扔出来了。你难以想象，我满身的烟灰，蓬头垢面，拖着行李，流浪在大街上。确实难以想象。很难忘的回忆。吃吧。尝尝这个西兰花，营养很好的。晚安。晚安。那就这样吧，散会。这沈总啊，可真不得了啊！悟性真高，才上任没多久，新手立马变老手。是啊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在这分公司办公啊？例会也要把我们叫到这里来。哦，我听说沈总以前在这儿上过班，对这儿有感情。不会吧？走。妈呀，这刚几点？时间刚刚好，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。啊？走，来。等。来，上面电脑。谢谢。给你准备了热牛奶。热牛奶啊？你的呢？你喝就行了。
还冷吗？身上的太阳好大啊！好像伸手就能够到它一样。盛虹，希望我们都能等到天亮。想想，不是天亮。站住！过来。坐。几天不见了，去哪儿了？我在家。哪个家呀？又去你妈给你买的那个小房子了吧？啊？瞧瞧你这穿的这是什么？你那拿的又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哎，现在这是送外卖呢，还是送快递呢？早就不送外卖了。嗯？啊，不是，我意思，我怎么可能送外卖？这么多。送外卖怎么了？送外卖也比你什么都不干光荣多了。人家起码能自己养活自己。当初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要学习公司管理，熟悉公司业务，你学习到哪儿去了？熟悉到哪儿去了？凡事说了就得做，要不就别说。什么都3分钟的热度，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……都是让你妈从小给惯的，跟我妈有什么关系？喂，林总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我们公司 OCV 阀的基本情况啊。哎呀，这个，你看，要不然这样，回头呢，我让我的助手啊把电话给您打过去。这个情况，它因为是新一代产品，所以我，林总，我是赵总助理，我来简单跟您说一下我们公司 OCV 阀的基本情况。哦，对，它可以进行定制设计，但是它是应用于发动机系统。工作原理是这样啊，OCV 阀呢是可变气门正时发动机上进气门正时的机油控制阀。对，发动机呢就是通过控制 OCV 阀的油量变化，来实现控制 VVT 的提前和滞后，从而提高发动机寿命。对，没事，您直接跟我们公司销售联系就好了。啊，好，谢谢您啊，打扰了，哎，拜拜。我不是不愿意学习。是我现在没有学习的动力。那您能不能说说，
您学习的动力又是什么？学习的动力，爹，你当初是怎么追上我妈的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就凭您就您这个尊容，还有您这个脾气，我妈那么美，你俩怎么就？我这尊容怎么了？我这尊容怎么了？那你长得就很像我嘛。我像你？我哪点像你？你哪儿不像我？我哪儿？尽管五官都不太像，但凑在一起就很像。所以你走到哪儿，人都才夸你帅嘛。哎，这都是我的基因。哎呀，至于追你妈，4个字，锲而不舍。锲而不舍。哎呀，我现在就算锲而不舍追到他天上，他也不会再理我。男人嘛，就得有个男人的样子。男人如果有了一番事业，还怕女人不喜欢你？也就是像你这样纨绔子弟、不成事的样子，才没人理你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换身衣服，跟我到公司上班去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什么赛车俱乐部以后就不要去了，那个车也赶紧给我卖了，赔的钱我给你。那我卖了，你再给我换个新的。又那么多的话，回去。还你，走了。背着倒是挺对。喂，你们在哪儿呢？老地方是吧？行，我过去找你们。喝2杯干嘛？等我啊。赵宇环，赵宇环，赵宇环。喂，赵总，帮我查一下，环环是不是又跟那帮玩车的臭小子去鬼混了？他好像最近跟谁谈恋爱了。谈恋爱了？这倒是好事儿。跟谁呀？陈哥好。哎，今天下班了，在楼下等我，我们去火车站接妈去。妈今天从普陀山烧完香回来。我明天才回来吗？妈说亲戚们都走了，她一个人在那边特别无聊，所以提前1天回来。看你吃的。新婚燕尔果然不一样，走到哪儿都能撒糖。记住啊。陈总，Cindy 姐遗给我的项目全部整理好了。好。慢的是他没来呢，吃饭的不要紧。这。好消息啊！还有什么好消息？那傻子一会儿过来。可以呀，还是 Sky 反应快啊！那是他不来这儿，他去哪儿啊？这样啊，我呢先去接我们的摇钱树，你呢先点快捡起来啊！来，咱喝咱的，好，来，咱喝咱的。今天谁过来啊？我听说这次好像谢师哥要来，还有田师哥也要来，是吗？那边有一妹子，还不错呀。哪一个？那个穿白衣服的。
教授之前总安排这上啊种见面吗？这还有你死干，拿不下的吗？得了吧，来喝酒，来喝酒。什么情况？让狗撵了？别提了，人齐了吗？瞧您说的，就差您了。抓紧机会啊！我要右边那个，右边那个，左边的，左边，圆左边那不行，什么身材？哎呦，哎，女神，哎，有座，来了，来吧，喝起来吧！喝一个，走一个了啊！同学们，坐，来，你们也坐，都坐。怎么样？看着是不是有点变熟呀？啊，说起来大家都是校友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吃。什么？有什么事儿吃饭？吃咱们。哎，那桌那个白色衣服姑娘，你们之前见过吗？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小王，这小魏，可以呀，阳光不错啊。哎，干嘛呢他们？小田，那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大型相亲现场？不会吧？喝酒。来，不过再讲，就是我买单。今天把大家招起来呀，就是简单的聚一聚，没什么啊，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别扭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小魏，你和小谢是不是老乡来着？哦，对，是的，都聊聊嘛。哎，小钱，哎，我听说你最近在搞一个新的课题啊，是的。这方面啊，你要跟你田师哥多请教了，他这方面很有经验，他的课题啊获得过很多的大奖啊。哦，对了，是的，请教。我加你个微信。哎，对，大家都加微信，便于以后联系啊。哎，小王，那你别闲着呀。吃啊，我上个厕所去。好，哎，干嘛去？别管我吃。行，你们先慢慢聊着，我去给你们点餐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没想到魏师妹打扮起来这么好看。谢谢师哥。上次没听你提过，魏师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我喜欢有趣的。就是长相干净，做事可以持之以恒就好。其实我挺符合的呀。啊？我们可以多聊聊，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彼此。深入了解个屁！彤彤，你听见有人骂人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听错了？哎，不，等会儿，先别聊那赛车啊。人呢？不上厕所去了吗？上厕所呢？人呢？找一找，他回不来谁买单？不用急，肯定回来，他能不回来吗？哎，干嘛呢？大声干嘛呀？哎，喝多了吧应该。你们先吃，吃完直接就走，我在吧台压钱了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你好，我叫赵宇环。对，就是那个戴眼镜那个姓魏那个师妹，没想到打扮一下长得还真挺好看的。哎呀，玩玩嘛，你不说问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这不叫脚踏两只船，这叫魅力，懂？哎，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离魏通远点儿。你是？不记着我了？哦，你是那个送外卖的，干什么？在这玩 cosplay 呢？你才 cosplay。哎呦，这行头花了不少钱吧？够你一个月工资了吧？你嘴怎么那么碎啊？
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，离魏通远点儿。我偏不离他远点儿，我就要离他近点儿，比你想象的还要近。就算我不要了，也轮不到你。有种你别走啊！我跆拳道黑带，你跟我打？你又干什么呀你？这小子又来骚扰你了，不过我教训他。放心，我们走吧。那视频我觉得你应该给哥几个拿出来看看。晚上回去的什么衣服还换了呢？回来。哎，你鼻子怎么了？不这样式啊？怎么了你？妈，这次玩的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好。你三奶奶让我谢谢你，让你有空的时候上贵州去玩，她要好好接待接待你。三奶奶太客气了，下次啊一定登门拜访。她就那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，有时间再说吧。好的。我有个事儿要问问你们俩。那天沈侯那个女朋友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啊？妈，您是更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说的话，还是愿意相信您的女儿跟女婿说的？那个女孩叫吴倩倩，是小陈的大学同学。她嫉妒小陈比她优秀，还害过小陈丢过工作，现在又跑来胡说八道。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？那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要告诉我，我就替他妈好好管教管教他。在家里那么厉害，窝里横是吧？现在在外头被人欺负成这样，也不敢吱声了。妈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人，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现在不是有我吗？不会再让小陈受欺负了。给你爸烧完香，少带着球呢。谢谢妈。谢我干什么？给孩子求的。哎呀，收起来，放在钱包里头，平平安安，每天都带在身上。谢谢妈妈。来，妈。哎，我怕您跟我和小陈在一起住不惯，所以就租了一间公寓给您。我跟小陈就住楼上，楼上楼下很方便的。哇，哎，进来随便看看吧，这边风景特别好。你看那边就是外滩，好漂亮啊！陈先生回来啦。丁姐，哎，妈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丁姐，她也是我们老乡，不仅会说家乡话，还会做家乡菜。我从美国回来，都是丁姐照顾我起居的。严太太您好，程先生说了，我比您小2岁，您叫我小丁就行了。谢谢啊，你太客气了，让他照顾你们俩吧，我自己照顾自己就行。我在上海也不大过得惯，等他生完孩子，我就回去了。妈，这是他的一个心意嘛。妈，以后归以后嘛，至少这几个月，让丁姐多关照关照。平时我跟小陈都要上班，总得有个人陪您说说话。
带您出去逛逛吧。而且我听小陈说，您以前唱戏唱得特别好听。丁姐刚好是个老牌戏迷，你们可以多交流交流。对对对，您呀以后多教教我啊。严太太，来，我带您看看您自己的房间。我叫刘清芳，你别叫我太太，我紧张。那我就叫您芳姐，啊，芳姐来，我带您看看您的房间，我都打扫好了，床单都是新的，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，咱们可以到楼下超市去买，特别方便。您再看看这边，这边是卫生间，还能泡澡。放心吧，别担心了，妈呀，住习惯了就不会总想着回去了。让您烦心了，但是房租和丁姐的费用我来出。不用，丁姐不单只负责这里，楼上也要负责的。那费用就咱俩一人一半吧。我手动进去。丁姐，哎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哎呀，您快去吧，不用您帮。柚子醋。哎，您没事吧？这醋味太酸了。来，快喝点水。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程太太。您就好好等着去吃吧，啊！你别在这儿了，这儿油烟味太大，快去吧。哎呦，啊，那就麻烦您了啊！您就别客气了，您快去吧，啊！好，哎。程先生，吃饭啦。程先生、程太太，咱们小区啊有个老年活动中心。我听说啊，我听说啊，有一群票友天天聚在一块儿听戏、学戏、唱戏。我想着呀，明天带着芳姐一起去报个名，你们看可以吗？好啊，这样妈还能多交一些朋友，平时就更不寂寞了。哎，那你们就先吃，我去给芳姐送点馄饨去啊。丁姐，你们回头去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还有就是麻烦您提醒我妈得按时吃药。陈太太，我看着芳姐精神状态挺好的，不像有病啊。那个药能随便吃吗？她是原来生过病。现在吃药就是为了巩固和预防，反正您就提醒他当保健品吃，好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放心吧啊，辛苦您了。那我下去了啊。哎，其实啊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社区活动很安全的，而且还有丁姐照看着妈呢，至少是好的开始。